欢迎来到直白人生，叙说各个职场与职业的频道。今天我们将讨论 ChatGPT 可能被取代的职业。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ChatGPT。ChatGPT 是 OpenAI 命名的，是 Chat 和 GPT 的组合。Chat 指的是这个模型被训练用来进行对话 ，GPT 代表生成预测模型，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ChatGPT 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那自然语言处理又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慧的分支。请容我先用专业的解说方式。自然语言处理是一门研究人类自然语言与计算机之间交互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结合了计算机科学、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知识，让计算机能够自动地理解、生成、处理和分析自然语言。自然语言处理的目标就在于让电脑理解或是操纵和运用人类语言，从而执行或管理语音、文字、资料、文件。好像有点难理解，对吧？这是 ChatGPT 给我的解释，很专业。我再换句话说，自然语言就是人们沟通时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语言。当我们说话或写文章时，会自然而然说出我们自己理解的语言与文字。这对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电脑运作的计算机只理解数字代码，所以对于计算机来说，理解人类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就需要自然语言处理，从而实现人类与计算机相互理解和沟通。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非常广泛，涵盖了机器翻译、语音识别、信息检索、语言生成、对话系统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处理有关文字或语音资料的工具。它在人工智慧、数据分析、智能客服等领域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们最常使用的自然语言，其中的功能就是语言输入，是用语言、文字或语音来查询资料或是传讯息，像是电子邮件、简讯等。而更智慧型的就是 iPhone 的 Siri、Amazon 的 Alexa 等等。它可以模仿人类的对话方式进行交流与回答问题和执行命令。ChatGPT 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学习和进化，从而越来越精准地理解和回答人类的问题。现在 ChatGPT 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在各种领域，如客户服务、线上教育、咨询和娱乐等等。第一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客服人员与电话销售员。因为他们都需要与客户进行交流并处理客户的问题。虽然客服人员和电话销售员的目标不同，但他们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沟通技巧和情商。所以我把这两个职业的共同点归为同一类来一起说明。我们先来谈谈客服员。在过去，人们需要通过电话、邮件或线上聊天来联系客服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方式有时候会需要耐心排队，而花时间等待客服人员的回复，也并不是24小时都能服务的。现在，许多公司企业为了维护服务品质和效率，已经开始使用 ChatGPT 代替客服人员，让客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直接和 ChatGPT 交流，无需花时间等待客服的回复。如果遇到外国客户， ChatGPT 也能转换他国语言来进行沟通。ChatGPT 已经具备与客服人员一样的高品质沟通服务，能回复客户群和提出解决方案，能够同时回复大量客户的问题，也能负荷客服人员的庞大的工作量与客户的情绪压力。电话销售员也是可能会受影响的职业之一。这个职业需要口条好，有清晰的表达能力，反应能力要够快，客户提出的问题能有立即回应的能力。你是不是常常听到银行、贷款、保险等等商品的销售电话？电话销售员一般想要卖出商品，打一整天几百通的电话，不见得会卖得出商品。销售电话有时令人厌烦，可能没人理，或是狂被拒绝，甚至可能一个东西也没卖出去。卖出产品的成功率不高，不过有时候会是你需要的资讯。但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公司为了提升销售的效率，开始使用智能客服、声音辨识、
自然语言处理功能，从而与客户进行基本的对话，也具有自我学习进化的能力。客户在对话中可以更快速了解产品资讯，能自动回答客户的问题。AI 与人类的差别就在于 AI 不会说谎，不会有所隐瞒。有些电销人员为了业绩而隐瞒产品的缺陷，欺瞒消费者。比起真人，大家应该会更相信 AI 吧？毕竟现在的人都很相信网络工具， AI 机器人其实也不例外。所以 AI 在未来可能会是许多企业的推销主力。这也意味着能够取代一些重复性高、需求相对固定的电话销售与客服工作。整个系统的成本比养一大群电销员与客服员的成本确实还来得少。不过有弹性的和顾客维持交际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并不会完全取代。AI 目前处于萌芽期，有些工作还是会需要客服员与电销员的专业与经验。不过有关服务客户的这些行业已经有需求减少的趋势。第二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教师与家教。教师与家教的职责就是以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但现在这样的传统教育方式不一定能100%都能让学生都理解课堂的内容。为了让学生都能理解，是需要教师花时间耐心指导。不过现在已经是人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和电脑的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网络上学习。尤其疫情期间，线上授课已经成为热门的教育方式之一。不管是传统教育或线上教育，都还是需要教师授课和解答学生问题，这些需要教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ChatGPT 可以透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提供智能的线上教育服务。ChatGPT 可以回答学生的问题，也能帮你制定学习计划，并且能判断学生的学习情况，来不断的调整与优化自己，找出更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AI 能帮助你能够在家中自学，它也具备广泛的知识量。未来或许学生真的不需要去学校，只要家中能上网，学生能学习任何领域的知识。不但可以节省通勤时间，也能降低教学的成本费用。第三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咨询师，也可以称为顾问。咨询师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和问题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这需要他们的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然而 ChatGPT 已经可以通过学习大量的数据和文献的能力，获取各种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再整合到自己的回答中。这已经能让 ChatGPT 成为一个强大的咨询工具，为客户解答与提点。第四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翻译。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职业已经变得非常重要。想必大家有被谷歌翻译所折磨过吧？有时候翻译并不完全正确，翻译速度跟不上口语速度，翻译不同国家的句型文法有时不准确，并没有完全具备翻译员的能力与速度。翻译员需要具备流利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的用语，他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而 ChatGPT 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供更加准确和高效的翻译服务。ChatGPT 可以分析和翻译各种语言的文本和口语，它能不断的学习和优化自己的翻译技能，能更偏向人类的说话方式。第五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需要采访、撰写和编辑新闻报道，这需要他们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和专业知识。至于 ChatGPT 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写作能力，也更贴近人类说话方式的用字遣词，而生成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当然 ChatGPT 收集情报资料的能力也不是盖的，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新闻素材，并生成符合标准的新闻报道。这可以节省成本，并大大提高新闻报道的效率，能短时间搜集并整合大量的数据资料，增加新闻的准确性，更有可信度。第六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程序员。程序员的工作职责是进行软件开发和编程的工作，例如设计程序架构、编写代码等等。
这需要具备清晰逻辑思维的能力。程序员最头痛也最花时间就是找出 bug 原因并修复，阅读别人编写的代码并理解，这并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就像是有1万个人面对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1万种解决方式，因为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而写程式也是一样，会有1万多种写法，甚至更多。每个人的写法不一样，而要接手并理解别人写的代码，就像在丛林中找出口，也意味着你要花无数的时间在成千上万的代码探索。而找出 bug 的修复也是一样，在程式的开发设计中，时不时一定会出现 bug 的错误。这需要找到正确的错误与解决方法，像在迷宫找出所有的死路，并把它打通，引导正确的路径，这些都是程序员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解决。然而，ChatGPT 却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找出 bug 并修复，也能读取大量代码并理解，也可以根据不同的编程需求和要求，自动生成各种程序代码和算法，甚至能设计软件，能在短时间找到提高编程的效率和准确性，大量缩短程序员的头痛时间。第7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律师。律师需要进行各种法律服务工作，包括提供法律知识、法律咨询、写出合同或授权书等等这些文件及文书。然而， ChatGPT 的自然语言生成和机器学习技术，根据不同的法律需求和要求，可以自动生成各种法律文书和文件。有时候写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书，可能会不小心遗漏一些必须规范的规定，而 ChatGPT 能提供你许多该注意的重要的规范，比如写一张房产租赁合同，内容要有租金、支付方式、租赁期限、押金等。假如你不小心遗漏了某个需规范的重要项目，比如租赁物件维护，这个在租赁合同的规范，对出租人也是重要保障的规范之一。而 ChatGPT 能提点你对自己重要的保障与规范，它能一一列举许多你需要注意的保障与规定项目。现在 ChatGPT 的最新一代 GPT-4 已经成功通过美国大学入学高考与律师资格考，已经可以像律师一样能详细分析你的合同或其他法律知识所需要的需求与建议。不过别担心， ChatGPT 最新一代目前并没有开放给所有人使用，就算真的开放，在法庭上仍然还是需要真正的律师担任辩护的角色。第8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会计师。一直以来，会计师就被视为是一个非常专业又稳定的行业，但现在却连会计师也可能面临风险。会计师在商业和财务管理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个人或公司了解其财务或运营状况。不过大家都知道 AI 的计算能力很强大吧？毕竟 ChatGPT 本身就是由数字的计算进行运作的，要计算账务、分析财务上的交易资料等等。这些基本的会计记录工作对 ChatGPT 来说是轻而易举，都能一手包办，可以比会计师更有效率分析公司财务情况。不过还是有些专业的会计工作是需要会计师的专业与经验，比如税务策划、审计等。这些需要与客户沟通和协调，比较需要人性化的工作，这些是 AI 目前无法做到的。所以现在的 ChatGPT 模型是可以作为会计师的辅助工具，可以协助会计师处理有关数据的琐碎程序，节省会计师的打杂时间，能把重心放在其他更重要的会计工作上。虽然会计师这个职业目前不到完全被 AI 取代的趋向，但多少会受到一些冲击。第9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分析师。分析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职业范畴。分析师的职责是需要从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而分析和建议，制定策略，做出决策以解决问题。比如数据分析师从大量数据中提取信息并分析做出结论。市场分析师研究市场趋势，分析市场动态，制定相应的市场策略。金融分析师分析全球金融趋势，评估投资风险，预测经济未来的走向。还有其他的分析师，
像产品分析师、气象分析师、网络安全分析师等等职业。这些分析师都是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并精准判断与决策，需要有强大的知识背景才能胜任。但是呢，ChatGPT 已经超越了分析师收集数据与分析的时间成本，能在弹指间给出你需要的解释与答案。它拥有强大的资讯搜寻能力，可以自动分析大量的文本数据，并提供分析和建议。ChatGPT 可以根据不同的数据需求和分析要求，自动生成各种数据分析报告和图表，从而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效率。第10个可能被 ChatGPT 取代的职业是创作家。创作家的范围包含了作家、编剧家、漫画家、小说家、画家、音乐创作家等等职业。创作家的工作就是创造想法，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实际的作品。而 ChatGPT 已经有能力达到编创剧情的水平，它可以创造不同风格、类型、故事线，设计不同的片段、画、剧情、旋律等等。现在已经有人利用 AI 生成的书籍、画、音乐等等创作作品放到市面上与网络上。一本书、一幅画、一首歌的创作是相当烧脑的，更要耗时1个月、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来完成的。AI 却能短短几分钟创造出新想法，更能给出不同特色类型的版本，这确实已经超出我的认知。很多人说 AI 准备取代作家、小说家、画家等等这些创作家，不过我并不认为 AI 能真正取代这些创作者。您看看很多已经放到网络与市面上的 AI 创作作品，但为什么大家还是能分辨那是 AI 创作的作品呢？因为 AI 是不具备人的情感与价值观的特质的，因此表达的方式几乎是大同小异，在表达情感与价值观没有比人类强烈。对，没错， AI 是可以生成故事、文章、诗歌等很多的文本内容，毕竟它可以经过收集大量网络上的数据，进而创作成符合人类逻辑的内容。不过这种生成的文本通常缺乏人类的创造性和情感连贯性的，像是看漫画有时候会有个突如其来的转折，或是令人感动人心的歌曲，这是 AI 学不来的，它无法理解或替代人类的价值观、创新力和想象力。我们仍然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来解决各种问题和创造新的价值。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的出现将会对许多职业产生影响，现在也确实已经有很多工作或作品围绕着 AI 来创作和发挥，但我们也不要排斥 AI， 因为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进步。懂得接受每个时代的新事物并融合到你自己的专业领域，才是让自己强大的关键。想象力是人类唯一不会被取代的天赋。好了，有兴趣听其他职业与职场内容的朋友，欢迎到底下留言，也欢迎订阅、分享给不知道的朋友，了解更多职业职场知识。谢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